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在飞机场见到分手10年的前男友，而他竟为了别的女人大打出手，男友力爆棚，是种什么体验？织锦，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？闺蜜张秋雨瞅一眼正在等人的顾叶晴，想着给2个人制造一些机会。算了吧，徐织锦心里也是犹豫的，毕竟10年未见，而他又变得冷漠犀利，他真的有点打怵了。候机厅的门口，顾叶晴眼见好哥们赵军辉拥吻一个卷发的美丽女人，气就直冲脑门，抬手给她重重的一拳，白皙的脸颊顿时乌青一片。你疯了！赵军辉将女友护在身后，冷冷地瞪一眼哥们，他不就是来迟5分钟，至于这么大动干戈？亏得上个月他刚给顾叶晴公司赚一笔投资款，就这么报答他的呀。我看你才疯了呢，跟徐织锦谈恋爱竟敢勾3搭4，你是欺负他不会骂人，还是觉得偷人感觉胜过一切？顾叶晴鄙夷地瞪他一眼，是好哥们又如何？敢对不起徐织锦，他就要跟某人绝交。喂，我是他的正牌女友，我们已经谈3年了，大哥，麻烦你搞清楚再打人好吧？祝文静抢在身前，气鼓鼓地低吼，感动她的男人得问自己的拳头答不答应。送我们去酒吧。不要！顾叶晴和祝文静十分一致地拒绝了。那就在这说，我没跟徐织锦谈恋爱，从未谈过。她是我的女朋友，从大学时候就暗恋她，3年前才修成正果。赵军辉一口气解释完了，心也舒坦多了，不然憋在心里10年都要出内伤了。去酒吧。顾叶晴搭上哥们的肩膀，3人一前一后的上了一辆豪车，飞驰而去。织锦，你是不是还没忘了那个渣男？张秋雨心疼地问。怎会？徐织锦望向一旁的人群拥挤，嘴角挤出一丝苦笑。他连一个分手都没有，而他却要用10年来治愈情伤，顿时觉得自己好傻。秋雨，你不是有个优质男人要介绍给我吗？是啊，你当时一口拒绝了，突然又想明白了。张秋雨见他点头，一个电话打过去，就约好了今晚在酒吧见面。在酒吧相亲，好吗？徐织锦从不进酒吧，不是酒量不好，只是单纯不喜欢那里的环境。在国外生活多年，依然改变不了，看来他真是一个执拗无趣的人。现在都流行这样，你若是觉得不方便，我可以再改地方。就那吧。他笑着答应了。人是要学会改变，对待生活和感情同样如此。酒吧角落的位置，徐织锦和张秋雨刚坐下，就被身旁的女人认出来了。好久不见，2位老同学。李果糖，得有10年不见，你比大学那会更漂亮了。张秋雨打开话匣子，就热络地说起来。你们在同学群里吗？那里面都闹翻天了，据说最好的哥们竟然为一个女人而打成仇人。这2人你们也认识，就是顾叶晴和赵军辉，2个如今混得最好的男同学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来酒吧是为了见朋友还是？张秋雨绕开了话题。你不提醒我给忘正事了，我男朋友可能到了，咱们改天再聊。对了，我已经拉你们俩进群，以后的同学聚会可不许再缺席喽。李果糖消失在了人群里，还真是丢人现眼的俩货。
张秋雨微抿一口红酒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先别说了，你介绍的男人好像来了。”徐之锦话刚说完，一个一身名牌的男人笑着坐他们对面了，而张秋雨见人到齐，也识趣的借机溜走了。“徐小姐，我敬你一杯。”卢延哲礼貌的一笑：“谢谢。”他微抿一口红酒，再抬头时，见他竟从服务生手里拿来一杯果汁，笑着递给他：“女孩子在酒吧还是喝果汁比较好。”一举一动都是礼貌有教养，让徐之锦心里踏实多了。想着即便没有缘分，做个朋友也是好的。“谢谢。”徐之锦端起果汁就要喝，却被一双手给拦住。四目对视，竟是最不想见的顾叶晴，让他眉头一蹙：“我与朋友在一起，你突然冒出来，不合适吧？”话里慢慢的挑衅：“这果汁不如你自己喝。”顾叶晴冷笑着将果汁塞给他，一脸鄙夷地望着已经心虚的卢延哲。真是倒霉。卢延哲眼见事情败露，他也不想再多事，只能灰溜溜地走人了。“跟我走。”不等徐之锦反驳，他人已经被拽出酒吧。随后两人上了一辆车，一路开到海边。有话就说，没必要整这些氛围。徐之锦眉头紧锁的望着窗外的一湾月牙，欣赏美景也要分跟谁？他现在只觉得糟蹋了美景。“他给你果汁下药。”“我并没有喝呀。”他冷漠地白他一眼。顾叶晴强将他拽进怀里，霸道地吻上粉唇，下一秒就被咬破唇角，一丝的血腥味让两人终于分开了。“你对我还有感觉？”他似有深意地望着他。徐之锦讥讽的一笑：“顾大老板何时喜欢吃回头草了？还有，你为了一个女人和好哥们成仇人，都成同学圈里的新鲜事了。我作为昔日的同学，都替你脸臊得慌。你一回国就着急相亲找男人，也没精彩到哪去，话赶话都不太好听了。”徐之锦冷哼一声：“我这是无缝衔接，你懂个毛线？咱俩都分手10年，你现在跑来质问我，会不会有点脑残？”顾叶晴摁住心里的火气，硬是在嘴角挤出一丝笑：“翻旧账就没劲了，刚才是我救了你。”他忍不住冷笑了：“我求你救我了吗？”说完，徐之锦开门下车，气鼓鼓地搭上路边的出租车，消失在漆黑的夜里了。真是不知好歹。顾叶晴猛击一下车门，手被一丝血迹流出，很快就变得血迹斑斑了，而他却未觉得有一丝的痛楚。“出来陪我喝酒。”赵军辉在电话里就差骂街了：“今天是我女朋友生日，你闹哪般？不想死就出来。”顾叶晴说完直接关掉电话，一脚油门又折回酒吧了。他这10年里从未对除他以外的女人动过心，而某人呢，竟是无缝衔接的谈朋友。女人薄情起来还真是可怕。徐之锦打车直接去了闺蜜的公寓。她这会儿蜷缩在沙发里，手里端着一杯红酒，漫不经心的样子让张秋雨忍不住开口：“我说，你要是没忘了那人，不如跟他好好谈一谈，10年前的事可能有误会呢。我是一件东西吗？他不要了就可以送人。还有，他的哥们喜欢我，我就要一往情深地爱上他哥们。他是世界主宰呀，所有人必须都要按他的意思去活。”说到最后，徐之锦眼泪都滚落下来。为了稳定情绪，
他仰头把半杯红酒喝光了，才抽泣地说：“秋雨，我想重新开始，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了。可是上次相亲我就觉得很抱歉，再找相亲对象，我可有点打怵了。”张秋雨听他说了酒吧的事，现在还没缓过劲来呢。万一让卢延哲得逞了，他岂不是千古罪人？想想就恐怖。徐之锦安抚地拍一下他手背：“秋雨，坏人也不是天天都有的，更何况我是练过散打，不会轻易被男人欺负了的，相信我的实力。”“那也不行，还是先缓一缓吧。”张秋雨觉得，万一其中有误会呢？毕竟他们是彼此的初恋，若是能旧情复燃，他还是很看好的。一个是著名设计师，一个是霸道总裁，就爱得火花相撞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精彩呢。某日，合作公司的会议室，徐之锦讲完设计图的理念，让合作方的经理十分满意，并邀请他共进晚餐。“徐小姐，希望你能赏脸。”合作方经理笑着说：“可我晚上没有外出的习惯。”他从来不喜欢应酬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与其跟不想干的男人吃饭，他还不如去喂流浪的猫狗呢。我们老板盛情邀请，还请徐小姐能够考虑一下。“好吧，但我能带一个朋友吗？”徐之锦说完，合作方经理一口答应，这次聚餐算是敲定了。高档餐厅的贵宾包间，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出现在了徐之锦的面前。“你好，徐小姐。”“你好，沈总。”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合作方经理刚才口中的幕后大老板沈有成，年龄32岁，事业有成，至今单身，而且不喝酒不吃烟，只爱健身跑步。听这话，这场酒局仿佛是一场相亲会，就让他有些忐忑了。“不必紧张，我只是很欣赏徐小姐的才华，并没有唐突的意思。”“沈总，谢谢你的赏识，我会交出最令你满意的设计图。”徐之锦微微一笑，绝美的容颜如耀眼的一束光，让沈有成第一次在女孩面前失神，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他本以为会是一顿不消化的晚饭，没想到这顿饭吃得意外的随意，到结束的时候，两人还互加微信，是一次不错的相识。“徐小姐，我明天要晨跑，你要一起吗？”徐之锦刚回到家，就收到沈有成的微信信息，他回了一个笑脸，痛快地答应了。是他自己说的，一切要重新开始，既然有比较不错的男人，那自己没理由再回避，毕竟做人要表里如一。晨跑的公园，今早去吃包子吗？沈有成绅士地递给他一瓶水，眼神里尽是期待。“好啊。”已经连着跑了1周，徐之锦觉得眼前的男人是个可以做朋友的人。哎呦，他猛地起身，小腿突然觉得抽筋般的疼。一旁的沈有成想要伸手扶他，却被本能地躲开了，此时就有点格外的尴尬。“我没事了。”徐之锦淡笑着说。“之锦，我没有恶意的。”他急切地解释。“沈总，你要是觉得我还不错，我们可以试着交往。”他余光一瞥不远处的顾叶晴，见他得意的神色，才故意这么说。“真的？”徐之锦主动挽上他的胳膊，两人相伴着走在公园的鹅卵石路上，俊男美女的搭配格外的养眼，让经过的路人都投来艳羡的目光，而被甩在身后的顾叶晴却有种被抛弃在风中独自凌乱的悲惨。“之锦，
晚上我请你吃西餐，你可愿意？”沈有成边走边柔声地问。本来他还有些失落，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徐之锦告白，让沈有成心里暖暖的，发誓要对他好一辈子。好啊，徐之锦笑着点头答应了。晚上，公寓楼下的大树底下，顾叶晴掐灭最后一支烟，才等来一身紧身裙的徐之锦，打扮得十分精致，却让他看的脸都气绿了。穿得这么轻薄，是故意让男人占便宜吗？原来人真是会变的，之前的他只爱素雅的打扮，现在的他竟为了个老男人打扮得如此轻浮，让人顶瞧不起。徐之锦，你很缺男人，就差投怀送抱了吧？既然这样，睡你需要多少钱？顾叶晴冷冷地问。他眉头一紧，懒得跟他叨叨，想绕过去直接回家，却被他一把拽进怀里，低头霸道的想要吻他，竟被高跟鞋猛踩脚背，疼得他松开了手。一番拉扯下来，顾叶晴丝毫没占到半分便宜。顾叶晴，你很闲吧？大晚上来堵我家门口。徐之锦也冷着脸的对他。上一次在车里施展不开，难不成他真以为自己好欺负？他可是练过散打、摔跤，一般的男人根本不惧。徐之锦，我想跟你好好谈谈，去你家就行，我对地方没要求。顾叶晴只想跟他说清楚10年前的事。我跟你无话可说。他才不惯他大男子主义的臭毛病。凭啥他想谈自己就要跟他谈？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芝芝，别对我100分的敌意，好吗？10年前的事，其实并非你想的那样。他想要缓和两人的僵持，伸出去的手却被他直接打落，丝毫没有缓解的可能。徐之锦淡然的一笑，芝芝，你叫的让我觉得恶心。顾叶晴，我根本不在乎10年前的事，我的后半生也不想有你的参与，你可以走了。顾叶晴猛踩一脚油门，黑色豪车消失在了漆黑的夜里，而被丢在身后的徐之锦，因为太过激动，眼眶都泛红了。设计公司，徐之锦正在忙工作，赵军辉猛地推门进来，一脸的阴沉。徐之锦，你还真是心狠，竟把我哥们气到进医院。你哥们是谁？我在工作，没别的事，你可以出去了。徐之锦懒得搭理他，继续低头做事，而赵军辉气势变弱的挨他坐下来。徐之锦，顾叶晴一直胃不好，这病也是赖你。赵军辉，你再说一遍。他脸一沉，直接把憋心里的话都说了。过了许久，徐之锦才悠悠地问，顾叶晴的妈妈10年前突然得癌症，她才放弃去北京读书，那她打电话祝福我们俩，是为了给我找个好下家吗？还口口声声说从未爱过，让她一颗心都彻底碎了。怨我那晚在一起喝酒，我说自己喜欢你，他就把要跟你表白的话给藏心底了。徐之锦，你们俩就是错过了，若是真不能和好，那也没必要互相伤害呀。更何况顾叶晴还喜欢着你，不然也不会被你一句话给伤到医院。赵军辉想来劝和的，哪成想话说一半，就被徐之锦给赶出办公室了。徐之锦，你就去医院看一眼他，求你了，不然他连活的念想都没了。我很忙，没时间。他没好气地摔门了。你怎么也来了？临下班的时候，张秋雨竟也来了。他尴尬的一笑，赵军辉被你从这赶走，就过去蛋糕店找我，说一堆的好话，
我这不就勉为其难的来了？说实话。徐之锦朝她翻了个白眼，她太了解闺蜜，绝不会做无利可图的事。赵军辉答应，以后他们公司的下午茶都被我承包了，当然还有顾叶晴那边的。张秋雨一脸得意地说。徐之锦关上电脑，笑盈盈地望向他，想让我去医院看他，没门，连窗户也甭想。还有，我警告你，张秋雨，就算10年前的事，我不恨他了，也不能改变我不去医院瞧他。就算当年他家里遇到变故，也不是提分手的理由吧？而他满心欢喜地想跟他上一所大学，到了却是相隔两地，还被电话通知徐之锦，我不去北京上大学了，以后咱们也不会再相见，祝你跟赵军辉幸福。徐之锦在当时就发誓，这辈子都不要原谅顾叶晴。可听到他胃出血住院了，他心里竟有了一丝的抽动，但到底是没去看他一眼。几天后，医院的病房，赵军辉买了早饭去看顾叶晴，却被护士告知，病人已经退前1天出院了。你在哪呢？酒吧，来吗？顾叶晴说完位置后，就直接挂断电话了，因为不想被人骂。你再喝下去，可就真没命了。赵军辉想要夺他手里的酒瓶，却被巧妙地躲开。顾叶晴朝他苦涩一笑：赵军辉，我求你个事呗，只要你不再喝酒，妈是好说，打我一顿。赵军辉脸色一惊，抬手给他一拳：是不是一遇到徐之锦，你的要求就一个比一个过分？顾叶晴，你是公司的大老板，多少的女人想为你飞蛾扑火，咱能有点出息行吗？可我只爱了一个徐之锦。顾叶晴苦涩的一笑，深邃的眼眸也变得暗淡了。他以为10年的时间可以治愈心里的伤痛，谁料在见到他的那一刹那，爱如潮水般涌上他的心头，想要忽视都难。我知道了，你想来一出苦肉计。赵军辉幡然醒悟地说。对头。顾叶晴话刚说完，就被好哥们给了一拳，嘴角立马就流出血丝了。一拳够不够？赵军辉嘿嘿地问。你还来真的？徐之锦没来得及心疼，我倒先被你打晕了。可能是身体虚弱的缘故，顾叶晴还真就犯迷糊起来，意识也变得涣散了。徐之锦赶到酒吧的包间，他人已经晕过去了。一旁的服务生见他来了就说：徐小姐，顾先生跟人打架，把这屋里的东西还有几瓶红酒都给打碎，而且那人也跑了，所以这部分的损失多少钱我赔。作为通讯录唯一的联系人，这钱估计只能是他出了。徐之锦支付完后，才在服务生的帮忙下，将醉得不省人事的顾叶晴给扶上了车。眼见问不出任何的话，他只能把人带回自己家了。你在沙发坐着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徐之锦将人好不容易整回家，他就摸出手机给赵军辉打过去，却还是一直关机状态，看样今晚是不得不收留他了。芝芝，真的是你？顾叶晴从身后环住他的腰肢，凑近到脖子后，还来不及吻他，就被一把给扯开了。顾叶晴，你果然是装醉。哎呦！被蹭到嘴角的伤口让他眉头紧皱了。顾叶晴，你这个学霸的智商就用在哄骗女孩子上了吗？我真就多余去酒吧捞你。我只对喜欢的女孩费心思，29年来你是唯一的一个人。顾叶晴脸色泛白地盯着他，严重胃出血的情况下，
又连喝一瓶酒，人不死也差不离了。即便这样，满心满眼里还是徐之锦，只能说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啊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顾夜晴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拜托你放过我好吗？徐之锦气急败坏地朝他低吼。就那个四眼男人，分明一个斯文败类。芝芝，你不会真看上他吧？是个男人就比你强。顾夜晴，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，等到我结婚的时候，会邀请你这个前男友来参加的。今晚你要睡就安静点，不然就赶紧走人。说完，他气鼓鼓地转身回屋了。在关卧室门的瞬间，徐之锦才从眼角滑落一滴眼泪，他所有的坚强也在这一刻全部瓦解。他不是不爱了，而是不敢正视这份爱，爱的深伤的痛，他是真认怂了。顾夜晴眼巴巴望着卧室门，没成想就这么守了一夜，不过才微眯一小会，就被一阵门铃声吵醒。我去开门，你赶快躲厕所里。徐之锦转身去开门，谁料来人竟是沈有成。他手拿一包早点，在看到身后的男人后，笑容逐渐消失了。这位是？他狐疑地问。不等他开口，顾夜晴手挽住了纤腰，笑呵呵地说：我是徐之锦的前男友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他说完，不经意地抚一下受伤的唇角，给人一种被咬破的错乱感。你好，我是之锦的男朋友。他们客气地握手，看似和谐的气氛，却暗藏波涛汹涌。一旁的徐之锦只觉得后背都凉。昨晚累坏了，你的早餐来得正合适。顾夜晴想要接过早餐，却被徐之锦一脚踹出门外了。门被关上的刹那，顾夜晴脸色都变铁青了。这已经是第二次，她被徐之锦给抛弃在一旁，和她所谓的男朋友秀恩爱。客厅的茶几旁，徐之锦递给他一杯水，才说：沈先生，你不要误会，他只是在客厅借住了一晚。我都知道，之锦，要不你搬去我那里住吧，你别误会，我还有几处空房子。沈有成财大气粗，比顾夜晴还要实力雄厚，看到他们同住一屋的样子，他一颗心都抓狂了。有钱人追女人就是豪横。算了，以后他再没机会了。沈先生，你突然来送早饭，让我很惊喜。沈有成温柔的一笑，你车子送去保养，让我来接你上班的呀。之锦，你不会忙忘了吧？是这样啊，我还真给忘了。他借机握住他的手，这一次徐之锦没有再闪躲，而是迎合地朝他一笑。或许开启一段新感情，是忘掉旧人的最好方法。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初秋。自从他从国外回来，时间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，而徐之锦和沈有成也在稳定的发展中，只是与一般的情侣不同，他们聚少离多，所以显得更冷淡。徐之锦似乎也真的走出来了，但在参加赵军辉的婚礼时候，让他彻底改变心意了。祝贺你，他递过去一份礼物，是自己精挑细选的整套珍珠首饰。看得出来，在不牵扯顾夜晴的时候，他跟赵军辉是很好的朋友。谢了，那个，你陪一下我媳妇，我去外面招待客人。徐之锦点点头，赵军辉忙叨叨地去大厅了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但他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。喝水。他递给新娘子一瓶水。化完妆的祝文静朝他温柔一笑：之锦，我挺羡慕你的，有一个男人为你付出一起，
那种被呵护的感觉，是个女人都会沦陷的。有钱不是万能的，我和沈有成也没你说的如此合拍。他们更像是相恋多年的老夫老妻，一个月固定的见几次面，吃几回饭，连相敬如宾都谈不上，又上哪找被呵护的感觉？你误会了，我说的是顾叶晴。当年你出国上大学，他暗地里倾尽所有，我可是羡慕了好些年呢。在当年，祝文静一直怀疑赵军辉最爱的是徐之锦呢，到后来才知道徐之锦是属于顾叶晴的，估计很少有人能做到，分手了还出钱出力的帮前女友出国上学，自己硬是啃了半年的馒头，而且还把功劳隐藏，说成了是万能的奖学金。你说我出国的钱是顾叶晴拿的？徐之锦瞬间心提到嗓子眼了。祝文静点点头，又说道：当年顾叶晴她妈妈得癌症，他爸妈又闹离婚，公司又被他爸的情人偷偷转移了资金，家里出了这么大事，估计是怕连累你才提的分手吧。之锦，我不是要当说客，只是觉得你有权利知道事实真相。但他现在过得挺好。徐之锦挤出一丝苦笑。事过境迁，他以为不会再有波澜了，但当听到顾叶晴曾受过的难处，徐之锦又心乱如麻了。昨天又为出血住院了，估计再这么折腾下去，非英年早逝不可。之锦，如果你方便的话，能去看一眼他吗？有机会就去。徐之锦敷衍地说。之锦，我去看过，他真的很可怜，有点要受脱相了。祝文静话刚落，门外传来敲门声。是你。徐之锦打开门，与顾叶晴四目相望了。几个月未见，他竟真的瘦到脸凹陷了。我找老赵。他低声说。他不在屋里，可能去后厨或者厕所了吧。他想要关门，却被他用手给撑住了。微顿几秒后说：你还好吧？他其实想问，你跟沈有成谈的还顺利吗？冷静了这几个月，顾叶晴终于明白了，失去就是一辈子，即便再不舍得，他也与徐之锦再无缘分了。还好，那个你有时间吗？顾叶晴开车载他去了附近的公园。你最近瘦挺多，是不是工作太忙了？徐之锦明知故问地开口。他淡淡地应了声。钱没有挣够的时候，还是要多注意身体。顾叶晴猛然挑高他的尖下巴。芝芝，是不是沈有成欺负你了？他担忧地问。没有。他淡笑着推开了他的手。我原谅你了，顾叶晴。那我们……他欲言又止了。顾叶晴一想到他们中间隔着一个沈有成，就心口发堵，但又不能忽视他的存在，毕竟沈有成才是正牌的男友。你和赵军辉都是我的朋友。徐之锦释然的一笑。世纪大和解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？不然甩掉现男友，投身到前男友的怀抱吗？他可真做不到如此的当机立断。就做一辈子的朋友。两人相视而笑了。顾叶晴眼巴巴瞅着他离去的背影，竟有种心死的感触。他很想冲过去抱住他，但终是理智战胜思想了。现在做一个理智的男人，真是对他最大的自残。隔日的咖啡厅里，张秋雨约顾叶晴出来见面，却劈头盖脸地骂道：你怎么欺负之锦了？害他昨晚喝醉，又哭又闹得吓人。我只是祝他幸福，这也有错吗？他淡漠地抿嘴一笑。张秋雨叹口气，才无语地说：
你是不是傻？织锦心里一直有你，你就不能好好跟他解释，来一个世纪大复合？我打算在婚礼上抢走徐织锦。真的？张秋瑜一脸兴奋地问。顾叶晴自嘲地笑笑，我开玩笑的，你竟也当真？张秋瑜，这些年多亏有你在他身边。顾叶晴，我叫你出来是为了点醒你，而不是让你对我说感谢的。织锦不爱沈有成，他之所以没有提分手，是他善良到了傻。但你不同啊，你敢爱敢恨，不应该眼睁睁看他嫁给不爱的男人吧？张秋瑜见他默不作声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算我多管闲事了。说完就气鼓鼓地起身离开。医院，张秋瑜从咖啡厅出来，就打车去了附近的医院。痛经，被救护车送来医院。徐织锦，你真的让我开眼界了。他递过去一杯温牛奶，嘲讽地说。徐织锦干干的一笑，可能是昨晚喝酒太多了，今早一去公司就肚子疼得厉害，还险些晕厥，同事也是担心我，才打了急救电话。你痛经缺失严重，不如过几天做个妇科检查吧。张秋瑜心里有了小九九。你说的有道理。徐织锦赞同的点头，但他哪里知道，所谓的妇科检查会让他经历一场人心的大考验。医生的办公室，徐织锦一脸惊愕地望着化验单，听着医生跟讲解化验单的内容，一个字没听进去，就只剩晴天霹雳了。医生，我没有性生活，还是个处女。言外之意，她根本不可能怀孕。徐小姐，你说的情况也是有怀孕的可能，而且化验单不会撒谎，若您有所怀疑，可以再做一次检查。但我觉得那是徒劳无功。医生将化验单还给他，却见一个男人正出现在门口。他是你男朋友吧？长得挺帅，未来的孩子也会十分好看，恭喜你了，徐小姐。徐织锦没再反驳，木讷地起身走出了办公室。你怀孕了。沈有成一脸冷漠地望着他，本来扶着他的手，也在这时抽离到身后了。或许吧。他懒得解释了，毕竟看他现在的态度，多说无益，一个连基本信任都没有的男朋友，他宁愿不要。人心不可视，但他有些感谢这张化验单了，不然即便两人结婚，估计也会惨淡收场。织锦，我可以不在乎一些事，但这个孩子你打算如何处理？他冷淡地问。处理掉一个孩子，对他来说，仿佛只是抬手一般的轻易。这是他对徐织锦最后的宽容了。徐织锦淡然的一笑，沈总，我的孩子，从没有打算抛弃他。若你觉得委屈，那我分手好了。徐织锦，是你在交往期间出轨，请注意你的态度。沈有成掐住他的手腕，一脸的冷漠，与之前的温文尔雅简直判若两人。或许阴冷的内心才是他最真实的样子。松开他！顾叶晴厉声一喊。面对他的强势，沈有成还真就撒手了。原来你是他的情人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几个月前你们俩相处一夜，说好的跟我在一起，没少跟他私下里偷情吧？顾叶晴，你好歹也是上市公司的老板，至于做个见不得人的地下情人？沈有成话刚说完，就被顾叶晴打了一拳，嘴角瞬间乌青一片，还不断地往外渗血。你疯了！我是疯了，你敢伤他分毫，我拼命也要拉你下水。沈有成，
你恐怕忘记一件事，我和赵军辉联手，你就只剩被碾压的下场。现在是芝芝不想跟你谈了，我就要情人上位，你能奈我何？我玩够的女人，你愿意接手我感谢还来不及呢。顾夜晴，我跟徐之锦在床上恩爱的时候，你估计还在楼下抽闷烟吧？哈哈。沈有成为了挑拨两人，开始胡说起来。他得不到的女人，别人也甭想捡这便宜。徐之锦抬手给他一巴掌，但觉得还不过瘾，又在另边脸给了一巴掌，才柔声地说：沈有成，这孩子就是我跟顾夜晴的，你从始至终只是一个路人，现在路人可以离场了吧？沈有成瞅一眼赶过来的赵军辉，知道自己没啥优势了，自认倒霉，只能开车扬长而去。你们俩聊，我先去陪媳妇产检。赵军辉扶着小腹微隆的祝文静，赶紧闪人了。徐之锦朝顾夜晴一笑，才说：你咋不问问，我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只要是你怀的，我都是孩子干爸，出钱出力绝不抠搜。他慢慢逼近着他，使得顾夜晴连连倒退，最后被抵在墙边了。徐之锦才挑高他的下巴：难道你就不想当孩子的亲爸？想，做梦都想。只是徐之锦踮起脚尖，将他的薄唇封住，两人忘情地拥吻在一起了。许久之后，顾夜晴才一脸痴痴地望着他，眼神迷离，粉唇微肿，无处不透着诱心好人，让他好不容易平静的心又变得沸腾起来。顾夜晴，我们和好吧？好啊。他憨憨地点头，像极了地主家的傻儿子，哪里还有霸道总裁的影子？这或许就是在强势的人在爱人面前都会变得简单。你就这么想当便宜的爹？他无奈地苦笑。顾夜晴在他额头印上一吻，才一脸痴情地说：你肯再要我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。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孩子，他都只能是我的儿子。这话没毛病。徐之锦赞同地点点头，嘴角勾起一丝甜蜜的笑意。只有真心相爱的人，才会毫无保留地选择信任，而他有幸能够遇到顾夜晴，男友力爆棚的真男人。全剧中，